一個國家一口氣宣布要砸下800萬億，要建全世界最先進的芯片工廠。這消息一出，你猜市場什麼反應呢？掏錢的主角自己股價先跌了，三星當天跌了近5%，SK 海力士也跟着往下砸，反倒是隔着一個太平洋，看着跟這事不相干的3家美國公司，股價集體漲瘋了。應用材料一天漲了約11%，創下了它1972年上市以來的最高價。你品一下這個畫面，同一條新聞，同一天，掏錢的人跌了，幾個賣設備的外人卻賺翻了，冰火兩重天。這不是市場犯傻，是他比新聞標題早看懂了一層。這兩類公司賬本根本不是一本。而這一層正好動到了你手裡那幾隻芯片股的奶酪。先把事說清楚。6月29號，韓國總統李在明把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老板請進總統府，當着全國鏡頭宣布要砸800萬億韓元建4座最先進的芯片工廠，要把韓國變成全世界繞不開的 AI 內存帝國。你一聽這數字，第一反應應該是芯片要管夠了，以後該便宜了吧？可市場偏偏用腳投了反對票。這中間的門道才是這期真正值錢的地方。我先給你一個最接地氣的比方，這期你抓住這一個就夠了。韓國這800萬億相當於一口氣買了4套頂配的毛坯房。毛坯房貴不貴呢？當然也貴，那是全部身家。可你裝修過就知道，光有個毛坯房還住不進去，得再花一大筆錢裝修買家具才能真正的入住。更關鍵的是，住進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年年還得修修補補，換這換那，是筆沒完沒了的開銷。而韓國這4套房要裝修要維護，全世界能接這活的只有應用材料、范林、科雷加上荷蘭的阿斯麥這幾家。說韓國一宣布要豪裝，掏錢的房主股價先涼，裝修隊卻當場起飛。更絕的是，這份裝修合同簽完還不到半個小時，房主自己就偷偷在後面補了一行小字。這行小字是什麼呢？我後面專門會講，因為它才是整件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咱們先說這場總統府裡的大場面到底要救什麼？你得先記住一個背景，就在報告會前的這一個月，韓國股市已經被熔斷反覆摩擦了好幾回。6月8號一次，6月24號一天內觸發了2次，6月26號又來了一次。這幾次的熔斷我前幾期都講過了，尤其是6月24號那期，專門拆過當天的2次。短短的一個月，一個國家的股市反覆被拉闸，股民的神經早就繃到了極限。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總統府把2大財閥掌門請來，搞了這麼一場史上最高規格的發布會。你說他圖什麼呢？所以這場報告會的第一層真相是，他要穩的不是芯片產能，是人心，是給這個被熔斷反覆嚇破膽的市場打一針強心劑。那為什麼我說它更像表演而不是真砸錢呢？你把这800萬億掰開看你就明白了。官方說這800萬億是拿去韓國西南部建4座內存工廠的，聽着嚇人，可它的時間跨度是未來的10幾年。政府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左右把產能翻1倍，這筆錢不是明天就拍在桌上，是要分10幾年慢慢掏的。還有個更大的數字，3200萬億韓元，是2家加起來的總承諾，其中三星報了2100萬億，算上數據中心更喊到了2655萬億，但期限是到2040年。這裡多說一句，不同媒體的口徑不一樣，有的往窄了算只有2000萬億，
可哪怕這個縮水版也已經是天文數字了。SK 海力士那1100萬億，拆開看更清楚。龍人激情600萬億，2033年才建第一個無塵室。西南部400萬億，連選址都還沒定，真正馬上動工2027年就投產的只有青州那100萬億。你把这些數字攤開，所謂的史上最大，水分一下就出來了。它不是史上最大的一筆支出，是史上最大的一張支票，兌現日期寫到了2040年。那行偷偷補上的小字現在揭曉。報告會結束大概30分鐘，三星和 SK 海力士幹了同一件事，雙雙跑到韓國金融監督院提交更正的公告，給剛剛那串天文數字加了一句免責聲明，意思是這些都是基於當前市場的預估，僅供參考，未來會隨市場的變化而調整。你想想，韓國的法律對亂開空頭支票的上市公司管得很嚴，真兌現不了是要吃官司，是要被股東告的。所以前腳總統府敲鑼打鼓，後腳企業自己半小時內就跑去打補丁了。掏錢的比誰都清楚，這是個彈性數字。這就是我說它是表演的最硬真機。喊給市場聽的是國家工程，落在合同上的是僅供參考。那麼問題就來了，這場戲要是雷聲大雨點小，設備股的人是不是空歡喜一場呢？恰恰相反，這就是最反常識也最值錢的地方。我現在就把這期最核心的判斷給你，就算你看到這兒要走，這一期也夠本了。這場國家工程，韓國出錢出地出吆喝，可第一波真金白銀的好處全被大洋彼岸那幾家裝修隊拿走了，而且是旱澇保收。為什麼？咱們接着算。先看這3家設備商跟韓國綁得有多深。應用材料最新财年283.7億美元的營收，來自韓國的占了快20%，差不多是56億美元。范林更誇張，韓國占了22%，這塊業務一年漲了43%，是3家裡對韓依賴最重、增速最猛的。科磊韓國占比大概是15%。說白了，三星和 SK 打個噴嚏，這3家就得感冒。而韓國要建4座廠，5年產能翻倍，不管最後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贏，他倆要擴產，就都得先向這幾家買蝕刻機、買檢測機、買光刻機。2家打生打死，裝修隊站旁邊數錢。你可能會問，憑什麼就這3、4家呢？這麼說吧，最尖端的那家光刻機，一台好幾億美金，全球1年也造不了幾台。別人想砸錢進這個圈子，連門都摸不着。而且這筆錢還不是一錘子買賣，這是最容易被外行看漏的地方。很多人以為買設備就是一次性投入，機器搬進廠就跟這幾家兩清了。恰恰相反，機器只是入場券，真正細水長流的是後面的耗材和維護。晶圓廠一開工，光刻膠、特殊氣體、拋光液、各種備件就得一刻不停地往裡餵，每生產一片晶圓都在消耗，機器還得靠這幾家定期的保養升級。就說范林，他光是給老客戶做維護、賣耗材這一塊業務，一個季度就能穩穩的淨收20多億美元，旱澇不愁。這就好比你家裝修完，家具會舊，管線會壞，年年都得往裡搭錢。賣一台機器是一錘子，可綁定的耗材和服務是躺着收一輩子的租。這才是為什麼市場把他們從坐過山車的周期股，重新看成了旱澇保收的水電煤。不過這裡得提個醒，免得你頭腦一熱就去追。設備股當天漲的是預期，不是業績。這道理就像辦喜事，
宣布擴產，相當於剛把婚事定下來，親朋一片道喜，可離真正白酒收份子錢還隔着至少1年半載呢。設備從下單、造好、運過去，裝進無塵室，調試、驗收，才能在財報上認成收入。這一套要3到4個季度，複雜的超過1年。荷蘭那家阿斯麥光是沒交付的訂單就攢了388億歐元，鎖死了未來16到17個月的收入。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暴漲，買的不是這個季度的財報，是市場對未來好幾年那本長賬提前下的注。好，現在你大概覺得這事看明白了，買設備股不就完了嗎？先別急，這張受益名單的背後還有一張受壓的名單，而這張名單裡藏着一個被幾乎全市場都誤讀了的300億。先把這300億說清楚，它是這2天最大的信息陷阱。你肯定刷到過一種說法，說美國的養老金要拋售300億美元砸盤韓國股市，聽着挺嚇人。可你要是信了就上當了，這壓根是2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被人硬縫在了一起。第一件，美國養老金那300億拋的根本不是韓股，是美國的科技股。今年上半年美股漲得太猛了，這些養老金按規矩股票倉位不能超標，半年結算時得賣掉一部分再平衡，砸的是英偉達、美光這些美國的本土股。第二件，真正砸韓國股市的是韓國自己的國民年金 NPS。 Kospi 漲瘋了， NPS 手裡的韓股占比一度逼近 30%， 超過了他自己的紅線，也得被迫的減持。欠算測算下來，可能要拋14萬億到51萬億韓元的韓股，折合100億到370億美元。你看，一個賣美股，一個賣韓股，2件事時間湊巧撞一起了，被加工成了一條美國養老金要砸盤韓國的新聞。搞清楚這個，你才不會被帶着瞎慌。說完陷阱，再說受压名单上真正的角色。第一個最反常識的是砸錢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自己，他倆的股價當天就跌了。那天當然還疊加了別的利空，不能全算在擴產頭上。但市场的擔心是真的，你今天瘋狂的擴產能，埋下的就是幾年後供給過剩、價格崩盤的種子。他倆等於在用自己的錢稀釋自己最值錢的東西，定價錢。第二個被點名的是美光，市場一度恐慌，說韓國這麼一擴，美光是不是要被擠死了呢？可你要是真信了，就会踩坑。高盛和美银算過這筆賬，結論是威脅被嚴重高估了。新廠建在西南部，配套加建廠加爬產，真能衝擊市場，起碼8年到10年後。更別說美光那套照付不誤的長約，我之前專門拆過，這裡不重複了。一句話，他把上千億美元的收入鎖到了2030年， HBM 更是賣到了今年都沒貨了。所以準確的說法是，美光長期份額會被威脅，但中短期護城河穩得很。網上那種美光要被打趴下的標題，你看一眼就能劃走。第三個角色是中國的存儲雙雄長興和長江存儲，這個我只從份額和估值講，不摻和別的。這2年存儲漲價，他倆吃得很飽。長江存儲的 net 份額從 8% 衝到了 13%， 營收同比漲得快 445%。 長興的 DRAM 份額漲到了 7.7%， 產能還在每月60萬片翻倍。他倆能吃飽，是因為3巨頭把產能都挪去做更賺錢的 HBM 了，留下標準內存這塊真空，正好被他倆接住。韓國這一輪國家級的補貼擴產，客觀上會壓縮他倆這波估值修復的窗口。還有個容易被忽略的受压方，研究機構點出來了，
韓國機構這一搶，全球的晶圓設備產能就這麼多，被韓國大單佔走一批，排在後面的台積電、Intel 可能就得多等一陣子才能拿到設備。你看那幾家裝修隊現在成了硬通貨，韓國插隊，別人就得排隊。講到這兒，說一句跟你錢包直接相關的，同樣是這波 AI 存儲行情，你手裡的這幾類票處境完全不同。設備股拿的是確定性最高、可見度最長的那份錢，存儲股拿的是又賺錢又得擔驚受怕的那份錢，它倆根本是兩類資產。所以別一聽史上最大就衝進去追，先分清楚你手裡這只到底坐在產業鏈的哪個位置，是收過路費的還是在路上打仗的。看懂了這個排序，比任何一個目標價都管用。當然這是拆解邏輯，不是叫你買賣，錢在你自己的口袋裡，怎麼動你自己拿主意。那最關鍵的問題來了，韓國明明知道這麼擴產會壓自己的價，會讓自家的股票當天就跌，為什麼還要砸這筆錢呢？答案是他在賭一個更大的局。三星和 SK 海力士願意犧牲短期的定價錢，賭的是用一種誰也跟不起的規模，直接把对手擠出牌桌，用國家的錢把產能堆到一個美光和中國雙雄這輩子都追不上的高度，把 AI 內存做成全世界只有我韓國能供。這不是放棄定價錢，是想把定價錢從一家公司的護城河升級成一個國家的護城河。這背後不是沒有底氣的。韓國自己的盤子裡，到2035年，光 AI 數據中心就要投1000萬億韓元，這麼大的胃口擺在那，產能翻倍就有了兜底的氣數。而且這一招，韓國人是有前科的，還贏過。10幾年前那輪慘烈的內存價格戰，德國的奇夢達、日本的爾必達，都是當年響當當的名字。韓國人是怎麼贏的呢？就是逆着周期猛擴產，把價格往死裡打，自己也割肉流血，可他比誰都耗得住，硬生生的把对手拖到破產清算。奇夢達2029年倒下，是 DRAM 史上第一家被清算的公司。爾必達後來被美光收編，所以用規模耗死对手，對韓國雙雄不是新鮮事，是驗證過2次的看家本領。只不過這一回的賭注從一家公司的錢變成了一個國家的招牌。可你發現沒有，這盤大棋無論哪種結局，都得先回到我開頭的那個比方。韓國要是賭贏了， AI 內存就徹底攥在一個國家手裡，定價錢比現在還集中，連英偉達買 HBM 都得看他的臉色。要是賭輸了，供給過剩，價格崩盤，第一個流血的還是他自己。可不管是贏是輸，不管最後是三星還是 SK 海力士坐上頭把交椅，他倆要擴產，都得先回頭向应用材料、范凌、科磊買設備、買耗材。2家拼命廝殺，裝修隊穩坐釣魚台。這就是這場國家級豪賭裡最狠的一句話。真正漢老寶說的，從頭到尾就是那幾個賣設備和耗材的。不過這套國家護城河的算盤，有一個他自己也解不開的矛盾。李在明這場報告會核心訴求是把財閥和產能死死地綁在韓國本土，這叫肉身留韓。可幾乎就在上一個星期， SK 海力士在幹什麼？他在籌劃去美國融資，傳出來的風口是要增發籌集差不多290億美元，來支持產能擴張。你品品這個擰巴，一邊是國家用最高規格的儀式想把你永遠留在本土，一邊是企業轉頭就要去大洋彼岸找錢。為什麼去美國呢？說穿了很實在，美國資本市場給芯片股的估值比韓國本土高一大截。同樣一家公司在紐約能賣出更高的價錢，國家氣勢再宏大也蓋不住這個最樸素的資本現實。錢
是要往回報最高的地方流的，它不認國界。這道裂縫就是這場表演蓋不住的底色。所以回到開頭的那個畫面，一個國家把全部身家壓在一條產業稀釋上，聲勢浩大，可掏錢的主角當天的股價就跌了。企業自己還不到半個小時內偷偷的給數字打了折，這到底是底氣還是焦慮換了一身衣服呢？我給你一個特別實在的判斷工具，往後再碰到這種國家級的大手筆，你能直接用上，別去數它喊的數字有多大，數字是用來上頭條的。你指定一件事，在這條產業鏈上，誰在收那筆不管成敗旱澇保收的錢？這場韓國大戲喊的是內存霸權，可真正先把錢揣進兜裡的是那幾家你可能都沒怎麼留意過的設備公司。看懂這一層，你就比滿屏喊着史上最大的人多看懂了一截。那這800萬億到底是在為 AI 的未來鋪路，還是給一個已經很貴的故事再添最後一根柴呢？這場豪賭，你更願意站在旱澇保收的裝修隊，還是賭韓國雙雄的不可替代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咱們好好聊一聊。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